嘿，大家伙早喽！7月16号，星期日。先跟大家说抱歉啊，大家看时间也看出来了，今天晚了，因为昨天有点忙，一天的事儿。今天中午就回去，但是没忙完，上午还得忙，所以今天就伴水一期。你们看，这就是天神地下街，这下边挺长一条街，有店铺和餐厅。来福冈玩过的应该都去过吧。这就是这边的第二个商圈，除了博多站。为什么说伴水一期呢？就是那天生日会那天，强度课那天，家属拍了一些视角，没在这边发，没在 B 站发。也有小伙伴说，并且我们这个在这边的这个群里，他们也在讨论，就是关于跑姿。虽然这话题我老说，肯定很多的运动博主都说。一会儿呢，换个视角，咱们聊聊这个。因为我不能老举着相机，我得找找路。一会儿聊啊。行，那先给大家放几段家属拍的画面，给大家看看。所以你们看，其实作为普通人，不管是400的跑者，还是330的，还是破3的，还是破240的，基本上各自有各自的体态和姿势。这个真的是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有的人从开始跑步就追求各种跑姿等等，追求到最后其实还是那样，就是你没有追求来什么。你可能跟完全不追求比呢会稍微好那么一点点，但是我个人认为投入产出不成比，就是不是跑姿不好让我们受伤，而是强度不适应才使我们受伤。真的，就绝大多数的跑者，业余跑者，包括我在内，都是真的不是因为说你应该哪儿先着地或者怎么样你就不受伤了，或者更加受伤的风险更加大，而是说这段时间练得狠了就受伤了。去年北马之前我有一次轻微的大腿后侧的拉伤，就是因为那次的30公里测试完之后没有见好就收，就受伤了。而且都是不期而遇的，就是你完全没有预兆它就会来。
像那位退役的选手，你们看，那天我的第一视角有拍到，在他后边看他在前面跑的姿势，我觉得这边的动漫之所以就是有人气，也是因为他做得好。你们看那个动漫里香根那些运动员跑步的那个姿势，我真的传神一样的相似。你不能说它是最好的，肯定不是，但是真的好像。你这边就得等红绿灯，好像日本就大阪相对自由一点，所以不要想太多。你们看我等红绿灯我也就不停表，就这样了。这儿就已经是大豪公园了，就过这栋建筑。看看清晨的街道，周日清晨，这边可比大阪晒多了。像这种红绿灯，您跑步到这儿停了，比方说您之前已经跑了10多公里了，我之前也说过，你千万别在这儿站着的时候就比方踢腿啊或者怎么着。之前我也说过几次，就比方说您拿手勾住脚面想抻腿，抻完以后呢，你一放手腿往下一踢，就很有可能把膝盖拉伤。因为这种疲劳你是感觉不到的，就是肌肉它会失去弹性，而且某一些小肌肉失去弹性其实也不影响您运动，因为它会代偿。但是你在一个超限的这么一个活动的时候，它就受伤了。今天就在公园跑一圈就得回去，时间特别紧张，就简单跟大家聊两句，加油干！哎，7月6号星期日清晨7点32，训练结束啊，第3个训练日。但是今天因为比较忙，跑的也比较少，13公里，平均配速5分32。因为我中间停了2次，一次是红绿灯，一次买了瓶水去便利店，实在是太热了。这大概就是它其实没有大阪那么闷，但是气温高晒，所以今天的数据就不跟大家细说了。心率135，步频187，因为你停了2次，大概一共停了5分钟左右。行，今天半水一期啊，大家见谅。然后晚上就回到家了，明天咱们还是回评论照例的第4天，好吗？然后大家有什么想跟我聊的，就是评论弹幕，我都会很仔细、很努力的看的。那还是在福冈，祝大家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加油干，加油干，明儿见。